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许开宇坐在工位上，盯着电脑屏幕上的销售数据报表，手指在键盘上缓慢地敲击着。窗外的阳光透过百叶窗，在他略显苍白的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办公室里的空调吹出略带干燥的冷风，夹杂着键盘敲击声和同事间低低的交谈。开宇，上周那个客户反馈表你整理好了吗？部门助理卢梦琪轻轻敲了敲他的隔板，声音温和。许开宇抬起头，有些慌乱地在桌面上翻找着。马上就好，还差最后一点数据核对。他的声音不大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。卢梦琪看着他手忙脚乱的样子，微微一笑，不急，赵经理下午才要，你脸色不太好，昨晚又加班了。许开宇点点头，没有多说什么。他确实熬夜整理了客户资料，但更多是因为失眠。自从上个月那次失败的客户接待后，经理赵金宝对他的态度就急转直下。许开宇，来我办公室一趟。赵金宝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不高不低，却让许开宇的后背瞬间绷直。他站起身，整理了一下略显褶皱的白衬衫，深吸一口气。经过卢梦琪工位时，他递给他一个鼓励的眼神。赵金宝的办公室宽敞明亮，红木办公桌上整齐地摆放着各种奖杯和合影。把门带上，赵金宝头也不抬，手指在平板电脑上快速滑动着。许开宇轻轻关上门，站在办公桌前，双手不自觉地握在一起。上周五的客户接待，你知道公司损失了多少吗？赵金宝终于抬起头，眼神冰冷。对方是行业内有头有脸的人物，我特意安排你去学习，你呢？许开宇张了张嘴，想要解释，却不知从何说起。那天客户确实问了一个专业性问题，他因为需要准确数据，没有立即回答，而是说需要确认后再回复，这让赵金宝当场脸色就很难看。我问你话呢，哑巴了。赵金宝猛地拍了下桌子，茶杯震动，发出刺耳的响声。经理，我当时只是觉得应该给客户最准确的信息。许开宇终于挤出这句话，声音干涩。准确，客户要的是及时反应，是自信。赵金宝站起身，绕过办公桌，走到他面前。你看看小王，人家入职比你晚半年，现在已经是部门的销售明星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会说话，懂得看人下菜碟。许开宇低下头，盯着自己的皮鞋尖，鞋面上有一小块灰尘，是早上挤地铁时被人踩的。他本想擦掉，却一直没有机会。公司不养闲人，更不养不会说话的木头。赵金宝的声音稍微缓和了些，但其中的冷意丝毫未减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下周谢总的接待，你做好辅助工作，如果再出岔子，别怪我不讲情面。许开宇点点头，喉咙发紧，说不出话来。他转身离开办公室时，听见赵金宝低声咕哝了一句，真是烂泥扶不上墙。回到工位，卢梦琪关切地看过来，递给他一杯温水。赵经理又训你了，别往心里去，他最近压力大。许开宇勉强笑了笑，接过水杯，水温透过纸杯传到掌心，带来一丝短暂的安慰。我没事，谢谢你，梦琪。他转过头，开始整理桌上的文件，动作机械而缓慢。电脑屏幕上是他熬夜做出的客户分析报告，密密麻麻的数据和备注。没有人知道，为了准备上次的接待，他查了多少资料，做了多少功课，只是因为不肯随口承诺一个不确定的数据，
一切努力都化为乌有。午休时分，同事们三三两两结伴去食堂。许开宇以还要修改报告为由，婉拒了卢梦琪的邀请。等办公室安静下来，他才从抽屉里拿出早上带来的饭盒。饭菜已经凉了，但他毫不在意，一口一口慢慢地吃着。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母亲发来的消息，问他工作顺不顺利。他回道：一切都好，妈你别担心。放下手机，他望着窗外林立的高楼，眼神有些迷茫。这座城市这么大，机会这么多，为什么他总感觉找不到自己的位置？下午2点，部门召开周例会，赵金宝在会议上大力表扬了几位业绩突出的员工，特别是小王，大家要多向小王学习，如何与客户建立良好关系。小王站起来分享经验，口若悬河，引得阵阵笑声和掌声。许开宇坐在角落，认真做着笔记，偶尔抬头看一眼侃侃而谈的小王。会议结束时，赵金宝特意留下他。下周谢总的接待非常重要，关系到公司明年的大单，你负责资料准备和后勤保障，不要直接接触客户，明白吗？许开宇点点头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他明白这是赵金宝不信任他的表现，但也松了一口气，至少这样不会因为说错话而惹祸。下班时，天空飘起了细雨，许开宇没有带伞，站在公司门口，犹豫着是否要冒雨去地铁站。我送你一程吧，顺路。卢梦琪撑着一把蓝色的雨伞出现在他身边。不用麻烦了，雨不大，我跑过去就行。许开宇摆摆手，有些不好意思。别客气了，你看这雨一时半会停不了。卢梦琪已经将伞举高，足够容纳2个人。他们并肩走向停车场，雨滴打在伞面上，发出细密的声响。其实，我觉得你做事很认真，只是不太会表达自己。卢梦琪轻声说道，眼睛望着前方的路。许开宇苦笑了一下，没有回答。他不是不会表达，只是不愿意说那些华而不实的话。小时候，母亲常教导他，做人要实实在在，一是一，二是二。这句话深深印在他心里，也成为他为人处事的准则。可是，在职场上，这种品质似乎并不被看重。到达地铁站，雨势渐渐小了。许开宇向卢梦琪道谢，转身汇入下班的人群中。他不知道，在他身后，卢梦琪撑着伞站在原地，望着他的背影许久。更不知道，在公司的某个角落，赵金宝正在起草一份关于他的评估报告。雨后的城市霓虹闪烁，许开宇的身影很快消失在涌动的人流中。周二上午9点，赵金宝推开总监傅建新办公室的门，脸上堆着恰到好处的笑容。总监，您找我？傅建新从文件堆里抬起头，指了指对面的椅子，坐。听说你们部门上周的客户接待出了点问题。赵金宝的笑容僵了一下，随即叹了口气，做出痛心疾首的样子。可不是吗？本来谈得好好的，被许开宇那小子给搅黄了。傅建新微微皱眉，手指轻轻敲打着桌面。许开宇就是那个不太爱说话，但工作很扎实的年轻人。扎实是扎实，可这年头，光会埋头干活怎么行？赵金宝向前倾身，压低声音：“您不知道，那天对方老板问了个简单问题，他居然说需要核实，当场就冷了场，我圆都圆不回来。客户走的时候，脸色很难看。”傅建新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示意他继续说下去。这不是第一次了，上周的部门会议让他做项目汇报，结结巴巴的。底下客户公司的代表
直皱眉头，我都替他着急。赵金宝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，轻轻推到傅建新面前。这是我做的季度评估报告，特别标注了许开宇的问题。傅建新接过报告，快速浏览着其中的内容。办公室内安静下来，只有纸张翻动的沙沙声。窗外，城市的喧嚣被双层玻璃隔绝，只剩下模糊的背景音。沟通能力欠缺，团队协作意识不足。傅建新轻声念出报告中的关键词，眉头越皱越紧。是不是严厉了点？我印象中这小伙子挺负责的。赵金宝早有准备，立刻接过话头。负责任是基本要求，但销售岗位更需要的是应变能力和表达能力。您看小王，入职晚，但进步快，就是因为他懂得如何与客户沟通。傅建新放下报告，双手交叉放在桌上。许开宇的业绩考核怎么样？中等偏下。赵金宝回答得很快，特别是这季度明显下滑。这个评价并不完全公正。许开宇的业绩确实不是最突出的，但也维持在部门中游水平。只是赵金宝在评分时刻意放大了他的缺点。下周谢总的接待非常重要，董事长期望很高。傅建新沉吟片刻，终于切入正题。赵金宝立刻领会了意思，信誓旦旦地保证：您放心，这次我亲自带队，绝不会出任何差错。至于许开宇，我安排他做后勤工作，不会让他接触客户。傅建新点点头，似乎满意这个安排。要注意方式方法，毕竟也是老员工了。我明白。赵金宝站起身，恭敬地欠身。那这份报告先放我这里吧。傅建新将报告放到文件堆最上方。忙你的去吧。赵金宝退出办公室，轻轻带上门。走廊上，他的脚步轻快了许多，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笑意。经过销售部办公区时，他特意放慢脚步，扫视着每个工位。许开宇正专注地盯着电脑屏幕，手指在键盘上快速敲击。阳光照在他略显单薄的后背上，勾勒出一个孤独的轮廓。赵金宝冷哼一声，大步走回自己的办公室。他打开电脑，开始起草一份新的文件，关于人员优化的建议。与此同时，许开宇对即将到来的风暴一无所知。他正在认真核对下周接待需要的所有资料，确保每个数据都准确无误。卢梦琪端着咖啡经过，在他桌上放了一杯。给你的，少糖多奶，对吧？许开宇惊讶地抬头，接过咖啡。谢谢，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么喝？卢梦琪俏皮地眨眨眼，观察出来的。看你每次去茶水间都这么调。许开宇心里涌起一股暖流，轻轻说了声谢谢。下周的接待准备的怎么样了？需要帮忙吗？卢梦琪靠在隔板上，轻声问道。差不多了，就是还有些行业数据需要更新。许开宇打开一个文件夹，指给卢梦琪看。这些是我昨晚整理的，应该比公司现有的资料更全面。卢梦琪翻看着密密麻麻的注释和标注，眼中闪过惊讶。你做得太细致了，赵经理知道了一定会表扬你。许开宇苦笑着摇摇头，他不会在意的，只要不出错就好。午休时分，许开宇独自一人去了公司附近的小公园，这是他最近养成的习惯。需要安静思考时，就会来这里坐坐。长椅旁有几株银杏树，叶子开始泛黄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他打开饭盒，机械地吃着午餐，心思却飘得很远。这份工作是他毕业后找到的第一份工作，已经3年了。虽然不算出色，但他一直兢兢业业，
从未有过懈怠，只是最近他越来越感觉到力不从心，不是工作本身的问题，而是那种无形的压力，需要时刻注意言辞，需要揣摩上司心意，需要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。手机震动，是大学同学群里的消息，几个当年成绩不如他的同学都在晒升职加薪的好消息。许开宇默默关掉对话框，将最后一口饭塞进嘴里。下午回到公司，气氛明显紧张了许多。赵金宝召集全员开会，强调下周接待的重要性。这次接待关系到公司明年的发展战略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他的目光在会议室里扫视一圈，最后落在许开宇身上。特别是后勤保障工作，必须万无一失。许开宇，你负责的部分怎么样了？突然被点名，许开宇愣了一下，赶紧回答：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，明天可以完成全部核查工作。赵金宝面无表情地点点头，没有给予任何评价。会议结束后，许开宇被单独留了下来。这些是谢总公司的背景资料，你今天之内全部熟悉一遍。赵金宝递给他一个厚厚的文件夹，虽然你不直接参与接待，但万一被问到，不能一问三不知。许开宇接过文件夹，感觉手心沉甸甸的。回到工位，他翻开文件夹，发现里面的资料杂乱无章，明显是临时凑齐的。很多信息已经过时，甚至有明显错误。他叹了口气，打开电脑，开始重新整理和核实。加班到晚上9点，办公室只剩下他一个人，灯光下的影子拉得很长，键盘声在空旷的空间里格外清晰。他终于完成最后一条信息的更新，揉了揉酸胀的眼睛。窗外城市的夜景璀璨如星海，却照不进他内心的迷茫。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时，他发现卢梦琪的工位上放着一本病历本，可能是他白天去医院落下的。许开宇想着，顺手将病历本收好，准备明天再还给他。这个小小的插曲，他很快便忘记了，却不知道这份病历本将在未来某天成为改变一切的关键。锁上门，走进电梯，许开宇疲惫地靠在轿厢壁上。电梯缓缓下降，数字一层层变化，像倒计时的时钟。他不知道自己的职业生涯也正在进入倒计时。周四傍晚，办公室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，许开宇还在核对最后一批数据，屏幕的光映在他疲惫的脸上。还不下班吗？卢梦琪背着包站在他工位旁，语气中带着关切。马上就好，还剩一点就完成了。许开宇头也不抬地回答，手指在键盘上飞快敲击。卢梦琪放下包，拉过一把椅子坐下。我等你吧，反正今晚没什么事，完事后一起吃饭。许开宇终于从屏幕上移开视线，有些犹豫，这太麻烦你了吧？不麻烦，我知道有家面馆不错，就在公司后面那条街。卢梦琪微笑着，眼神温暖。半小时后，他们坐在那家小而整洁的面馆里，老板娘热情地招呼着，显然认识卢梦琪。小卢来了，今天带朋友一起。是啊，王姨，老规矩，2碗牛肉面，1碗不要香菜。卢梦琪熟练地点单，转头对许开宇解释，我记得你不吃香菜，上次部门聚餐时注意到的。许开宇有些惊讶，他自己都差点忘了这个细节。面馆里弥漫着食物的香气，暖黄的灯光营造出温馨的氛围。几桌客人低声交谈着，碗筷碰撞声和厨房的炒菜声交织在一起。你最近压力很大吧？赵经理好像特别针对你。
卢梦琪轻声问道，眼神中充满真诚的关切。许开宇搅拌着面前的面条，热气模糊了他的眼睛。他取下眼镜擦拭，第一次在卢梦琪面前露出完整的脸庞，没有了镜片的遮挡，他的眼睛显得格外清澈，也格外疲惫。可能是我真的不适合做销售吧。他苦笑了一下，声音低沉。其实，去年发生过一件事，可能从那以后，赵经理就对我不满了。卢梦琪放下筷子，认真地看着他，示意他继续说下去。许开宇深吸一口气，仿佛下定了很大决心。去年年底，赵经理让我做一份客户礼品采购的预算，其中有一笔2万元的支出，没有任何明细和发票。我按照公司规定，要求提供相关凭证，否则不能入账。他的声音很平静，但握着筷子的手指微微发白。后来才知道，那是赵经理准备送给某位客户的特殊礼品。因为我坚持原则，差点坏了他的好事。虽然最后他还是想办法解决了。许开宇没有继续说下去，但意思已经很明显。卢梦琪震惊地睁大眼睛，压低声音：“这是违反公司规定的啊，你应该向上面反映。”许开宇摇摇头，笑容苦涩：“没有确凿证据，谁会相信一个普通员工的话？而且赵经理在公司这么多年，人脉关系盘根错节，他说的是事实。职场有时候就是这样，不是非黑即白。”面馆的灯光下，2个年轻人的影子投在墙上，显得格外孤独。那你为什么还要留在公司？以你的能力，去其他地方也可以的。卢梦琪不解地问道。许开宇沉默了一会，目光望向窗外川流不息的车灯。这是我第一份工作，总想着再坚持一下，也许会有转机。而且，他顿了顿，我需要这份收入。我妈身体不好，每月药费不菲。这是他第一次向同事透露家里的情况，声音很轻，几乎被淹没在面馆的嘈杂中。卢梦琪的眼神柔软下来，没有再追问。他想起自己工位上那份病历，是母亲定期复查的检查报告。在这个大城市里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和坚持。其实，我觉得你很好。卢梦琪突然说道，声音轻柔却坚定，踏实、负责任、坚持原则，这些品质比油嘴滑舌珍贵多了。许开宇惊讶地抬头，对上他真诚的目光。那一刻，他感到心中某个冰冷的地方开始慢慢融化。谢谢，他轻声说，这是今晚最发自内心的2个字。饭后，他们并肩走在夜色中的街道上，初秋的晚风带着凉意，吹散了白天的疲惫和压抑。路过一家花店时，卢梦琪停下脚步，买了一小束白色雏菊，送给你妈妈吧，替我问好。他将花递给许开宇，笑容在路灯下格外温暖。许开宇接过花，笨拙地道谢，耳根微微发红。他们在地铁站分手，朝着不同方向离去。许开宇抱着那束小小的雏菊，第一次觉得这个城市不再那么冰冷。他不知道的是，与此同时，赵金宝正在一家高级餐厅陪客户吃饭，推杯换盏间，话题不经意转到了部门人员优化上。有时候啊，就得果断点，该淘汰的就得淘汰。赵金宝抿了一口酒，意味深长地说道。对面的客户会意地笑笑，递过来一支烟。赵经理说得对，企业管理就是这样，慈不掌兵嘛。烟雾缭绕中，2个人的笑声融入了餐厅的喧闹。而在城市的另一端，许开宇的母亲正仔细地将雏菊插入花瓶。这花真好看，是你同事送的，下次请人家来家里吃饭啊。母亲絮絮叨叨地说着，
脸上是久违的笑容。许开宇点点头，心里却有一丝不安。他预感到了什么，却又说不清楚，就像暴风雨前的宁静，平静的让人心慌。睡前，他打开手机日历，下周3被红色圆圈标注，谢总接待日。也许这是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，他想着，慢慢进入梦乡。梦里，他站在一片开阔的田野上，阳光明媚，鸟语花香，没有复杂的办公室政治，没有说不出口的委屈，只有最简单的快乐和自由。周一早，许开宇比平时提前半小时到达公司，他想要在正式接待前，最后检查一遍所有准备工作。清晨的办公室空旷安静，只有保洁阿姨推着清洁车的声音。阳光透过东面的窗户洒进来，在地板上拉出长长的光带。许开宇打开电脑，开始逐一核对接待流程中的每个环节，从会议室布置到茶歇安排，从资料准备到车辆调度。他做得如此专注，以至于没有注意到时间的流逝。同事们陆续到来，办公室逐渐恢复了平日的喧闹。开宇，来得真早啊！卢梦琪笑着打招呼。今天他穿了一套得体的职业装，接待流程我都核对过了，没问题。许开宇抬起头，脸上带着难得的轻松笑容。9点整，赵金宝急匆匆地走进办公区，脸色不太好看。他径直走向许开宇的工位，敲了敲隔板：“来我办公室一趟。”现在语气冷硬，不容拒绝。许开宇的心沉了一下，周围的同事都投来好奇的目光，窃窃私语声隐约可闻。卢梦琪担忧地看着他，轻轻摇了摇头。许开宇深吸一口气，跟着赵金宝走进经理办公室。这次赵金宝没有让他关门，门敞开着，声音清晰地传到外面。经过部门综合考虑，认为你的能力与岗位要求不符。赵金宝直接切入主题，没有任何铺垫。许开宇愣在原地，大脑一片空白。他没想到会是这样的开场。经理，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。他的声音干涩，手指不自觉地握成拳头。意思很简单，你被解雇了，今天办完交接手续就可以离开。赵金宝从抽屉里取出一份文件，推到桌子对面，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，几个黑体大字格外刺眼。许开宇感觉一阵眩晕，扶住桌角才勉强站稳。为什么？我哪里做得不好？上周的接待准备我全部完成了。他的声音带着颤抖，难以置信地看着面前的经理。赵金宝面无表情，语气公事公办。公司需要的是全面发展的人才，不仅仅是会埋头干活。你的沟通能力、应变能力都达不到销售岗位的基本要求。这时，办公室外已经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竖起耳朵听着。卢梦琪站在不远处，脸色苍白，双手紧紧握在一起。可是，我一直在努力改进，而且这次的接待准备，许开宇试图辩解，却被赵金宝不耐烦地打断。努力，职场看的是结果，不是过程。赵金宝提高音量，确保外面的人都能听见。上次客户接待，因为你的一句话，公司损失了多少你知道吗？像你这种不会说话的人，根本不适合做销售。每个字都像针一样扎在许开宇心上，他张了张嘴，却发不出声音。办公室外，同事们面面相觑，有人同情，有人幸灾乐祸。小王低头整理文件，嘴角却忍不住上扬。去办交接吧，人事部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。赵金宝挥挥手，像是赶走一只苍蝇。许开宇僵硬地拿起那份通知书，
手指因为用力而泛白。他转身走出办公室，每一步都沉重无比，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，好奇的、同情的、嘲弄的。经过卢梦琪工位时，他听见他轻声说：“开宇。”但他没有停下，径直走向自己的座位。他开始默默地收拾个人物品，动作缓慢而机械。3年的时光浓缩成一个小小的纸箱。那盆绿萝是入职时卢梦琪送的，说是能净化空气。保温杯是母亲买的，说经常加班要喝热水。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着工作心得和客户信息，每一样东西都承载着一段回忆。需要帮忙吗？卢梦琪走过来，声音哽咽。许开宇摇摇头，勉强挤出一个微笑：“谢谢。”“不用了，我自己可以。”他的声音平静的可怕，仿佛被解雇的人不是自己。这时，赵金宝从办公室探出头来，不耐烦的催促：“动作快点，10点半，谢总就要到了，别在这儿碍眼。”这句话像最后一根稻草，压垮了许开宇的镇定。他的手微微颤抖，一本笔记掉在地上，纸张散落一地。卢梦琪赶紧蹲下身帮他捡拾，眼中闪着泪光：“凭什么这样对你？太不公平了！”他低声说道，声音里满是愤慨。许开宇摇摇头，示意他不要再说了。在职场，失败者没有辩解的资格，这个道理他懂。收拾好东西，他抱着纸箱走向电梯，背后的目光如芒在背，但他没有回头。电梯从1楼缓缓上升，数字不断跳动，7、8、9，就像他在这里度过的3年时光。叮咚一声，电梯门打开，他迈步走进去，按下1楼，门缓缓关闭，隔绝了那些复杂的目光，也隔绝了他在这家公司的职业生涯。电梯下降的失重感像极了他此刻的心情，不断下坠，没有尽头。许开宇抱着纸箱，站在公司大楼外的街道旁，阳光刺眼，车流不息，行人匆匆，世界依旧运转，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失业而停止。他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空气中混合着汽车尾气和街边小吃的味道。这个他每天经过的地方，今天看起来格外陌生。纸箱不重，但他感觉双臂沉得抬不起来。回头望向高耸的写字楼，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3年来的点点滴滴，如同电影画面在脑海中回放。初入职场的忐忑不安，第一次完成项目的喜悦，加班到深夜的疲惫，同事生日的欢声笑语，还有母亲每次通话时的叮咛：工作别太累，注意身体。而现在，他不知该如何向母亲解释这一切。手机在口袋里震动，是卢梦琪发来的消息：“你还好吗？太突然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帮你。”文字后面跟着一个难过的表情符号。许开宇没有回复，将手机放回口袋。他现在需要一个人静一静。沿着人行道慢慢走着，纸箱挡住了部分视线，他差点撞到路灯杆，尴尬地稳住身子。他自嘲地笑了笑，连走路都不会了。路过一家咖啡店，玻璃窗映出他落魄的身影，头发凌乱，领带歪斜，衬衫领口敞开，完全没有了平日的整洁。他想起上周还在这里和客户谈项目，那时他至少看起来还算体面。继续向前走，不知不觉来到了那个小公园，还是在那个长椅上坐下，将纸箱放在脚边。银杏叶子更黄了，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像在安慰他这个失意的人。打开纸箱，他一件件翻看里面的物品。绿萝的叶子有些发黄，可能是最近疏于照顾。保温杯底部有细微的划痕，
记录着无数次奔波。笔记本的边角已经磨损，里面的字迹却依然清晰。他翻开一页，上面记录着第一次独立完成项目的心得，字里行间透露着当时的兴奋和成就感。今天终于签下了第一个独立客户，虽然只是个小单子，但证明我可以做到。那时的他对未来充满希望，相信只要努力就会有回报。现在想来，多么天真可笑。又翻过几页，记录着一次严重的失误，因为他的疏忽，差点导致客户流失，是赵金宝出面解决的。那次之后，赵金宝对他的态度就开始转变，从最初的耐心指导，到后来的冷淡疏远，直到今天的决绝。许开宇合上笔记本，闭上眼睛，阳光透过眼皮，呈现出血红色的光晕。他想起父亲去世前的叮嘱：开宇，你是男子汉，要照顾好妈妈。父亲走得很突然，车祸带走了这个家的顶梁柱。那时他刚上大学，母亲一夜之间老了许多。从那时起，他就告诉自己，一定要努力，让母亲过上好日子。毕业后找到这份工作，母亲高兴地哭了，说儿子有出息了。每个月给母亲寄钱时，是他最开心的时候。而现在，他不知该如何面对母亲期待的目光。口袋里的手机再次震动，这次是母亲的来电。许开宇盯着屏幕上的妈妈2个字，迟迟不敢接听。铃声固执地响着，像母亲不放心的牵挂。最终，他还是按下了接听键。开宇啊，吃午饭了吗？今天工作忙不忙？母亲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温和，带着家乡口音。吃过了，今天不忙，挺好的。他努力让声音听起来轻松自然。那就好，最近天气变凉了，你记得加衣服，别感冒了。知道了妈，你也是，要按时吃了吗？吃了，你不用担心我，好好工作就行。挂断电话，许开宇长长舒了一口气，心里却更加沉重。欺骗母亲的愧疚感像石头一样压在胸口。纸箱里最下面是一个小小的相框，照片上是大学毕业时和母亲的合影。母亲笑得很开心，眼角堆满皱纹。那是他记忆中母亲最近一次开怀大笑。他将相框小心翼翼地拿出来，擦掉表面的灰尘，放回纸箱时，手指被什么东西划了一下，是一本病历本。卢梦琪落在他那里的那本，他这才想起来，一直忘记还给他了。翻开封面，患者姓名栏写着卢梦琪，关系是女儿，诊断结果处是密密麻麻的专业术语，他看不太懂，但定期复查几个字格外醒目。原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，他想着，将病历本小心收好。这时，一片银杏叶飘落，正好落在纸箱里。金黄色的叶子像一只温柔的手，轻轻抚摸着他的失败。他决定不再沉浸在自怜中，生活还要继续，母亲还需要他。站起身，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尘，他重新抱起纸箱。当务之急是找到新工作，越快越好。至于为什么被解雇，他不愿再去深究。也许赵金宝是对的，他不适合这个行业，这个环境。走到公园出口时，他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公司大楼。阳光下，那栋建筑依然光彩夺目，象征着成功和机遇。只是已经与他无关了。他转身汇入人流，背影在秋日阳光下显得单薄而坚定。没有人知道，这个抱着纸箱的年轻人内心经历了怎样的波涛汹涌，更没有人知道1小时后，他将与命运迎来一场意想不到的相遇。董事长董新华的专车稳稳停在公司大楼前，
门童快步上前拉开车门，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迈步而出。他身着深色中山装，手持一根精致的手杖，目光锐利如鹰。谢总，请。董兴华微微侧身，向车内另一位男士示意。谢长江弯腰下车，整理了一下西装领带。他50岁上下，身材微胖，面带笑容，却透着商人的精明。董老客气了，早就想来贵公司参观学习，今天总算如愿。两人握手寒暄，气氛融洽而正式。身后跟着几位高管，个个神情恭敬，步履谨慎。赵金宝早早等候在大厅，见到一行人，立即迎上前。他今天特意穿了新西装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。董事长好，谢总好，欢迎莅临指导。他的笑容热情得近乎谄媚，弯腰的幅度恰到好处。董兴华微微颔首，没有多余表示。谢长江倒是和他握了握手，说了几句客套话。赵经理年轻有为，我听董老提起过你，谢总过奖了。我们销售部全体同仁随时准备为您服务。赵金宝受宠若惊，声音因激动而微微发颤。一行人走向电梯厅，赵金宝抢先按下按钮。谢总这次来考察，对我们公司印象如何？他试探着问道，小心翼翼地观察对方的反应。谢长江笑了笑，语气平和，很不错，特别是新园区的规划，很有前瞻性。那是我们董事长高瞻远瞩。赵金宝立即接话，不忘拍马屁。董兴华看了他一眼，目光深邃，看不出喜怒。电梯到达，众人依次进入。赵金宝站在按钮旁，负责操作。我们先去销售部看看吧，听说最近业绩很亮眼。董兴华开口道，声音沉稳有力。是的，董事长，特别是上季度，增长率达到30%。赵金宝赶紧汇报，心跳加速，这是他表现的好机会。电梯平稳上升，镜面墙壁映出每个人不同的表情。董兴华若有所思，谢长江面带微笑，赵金宝紧张期待。到达销售部所在楼层，电梯门缓缓打开，赵金宝第一个迈出，躬身请两位贵宾先行。办公区内，所有员工早已接到通知，正襟危坐，见到董事长和重要客户，纷纷起身致意。大家继续工作，不用拘礼。董兴华摆摆手，目光扫过整个办公区。赵金宝立即开始介绍部门情况，口若悬河，从业绩数据到团队建设，从客户反馈到未来规划，他准备了整整1周的汇报词，此刻发挥得淋漓尽致。谢长江不时点头，似乎颇为满意。董兴华却微微皱眉，打断了他的滔滔不绝。那个空着的工位是怎么回事？他指向许开宇原来的位置，现在只剩下清洁的桌面。赵金宝脸色一变，很快恢复镇定。哦，那是刚刚优化掉的一个员工，能力不符合岗位要求。他说的轻描淡写，仿佛在谈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。优化，董兴华重复这个词，语气不明。是的，公司最近在进行人员结构调整，淘汰不合格的员工。赵金宝赶紧解释，额角渗出细密汗珠。谢长江好奇地插话，什么样的不合格？主要是沟通能力和应变能力不足，影响团队效率。赵金宝回答得滴水不漏，早已准备好这套说辞。董兴华没有再追问，但眼神明显冷了几分。他走向那个空工位，手指轻轻划过桌面，一尘不染，仿佛从来没有人在这里工作过。3年老员工，说优化就优化，赵经理办事很果断啊。
这句话听不出是褒是贬，赵金宝只能干笑两声，都是为了公司发展，毕竟商场如战场，容不得妇人之仁。他试图展现自己的魄力，却不知已在董事长心中留下不良印象。视察继续，赵金宝带领众人参观新装修的会议室，里面准备了精美的茶点和精致的资料册，这些都是为谢总准备的，请过目。他双手奉上资料册，姿态谦卑。谢长江随意翻看几页，点点头，很用心，特别是行业分析这部分，数据很详实。赵金宝心中一喜，赶紧接话，这是我们团队熬夜准备的，确保每个数据都准确可靠。他没有说，这份资料的大部分基础工作都是许开宇完成的，更不会说他今早刚刚开除了那个不够格的员工。视察进行得很顺利，赵金宝渐渐放松下来，看来董事长没有深究许开宇的事，谢总也对接待很满意，也许他这次的表现能为自己争取到晋升的机会。他甚至开始想象年底升任总监后的风光。去下一站吧，董兴华的声音打断了他的遐想。一行人走向电梯，准备前往生产车间参观。赵金宝抢先按下按钮，脸上重新堆满笑容。电梯从1楼上升，数字不断跳动，就像他此刻的心情，充满期待和野心。他不知道，电梯门打开的那一刻，将是他职业生涯的转折点，更不知道，那个被他视为无能的下属，即将给他上最后一课。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讽刺，在你最得意的时候，给你最沉重的一击。许开宇抱着纸箱，站在电梯门口等待。他打算去地下车库打车，这样可以避开大厅里的人群。纸箱不算重，但抱久了手臂还是发酸。他换了个姿势，将纸箱靠在腰间，稍微缓解一下压力。电梯显示的数字从 B2 慢慢上升，1、2、3。他盯着那些跳动的红色数字，思绪飘得很远。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更新简历，投递求职信，参加面试。想到要重新开始，他感到一阵疲惫。3年了，他本以为可以在这里稳定下来，甚至幻想过升职加薪，把母亲接到城里来住。现在一切都成了泡影。电梯到达的提示音响起，门缓缓打开。许开宇低着头迈步进去，却差点撞上里面的人。他慌忙后退，纸箱差点脱手，绿萝的叶子颤动了几下。对不起，我道歉的话说到一半，他僵住了。电梯里站着的一群人，他都认识。最前面的是董事长董兴华和那位重要客户谢总，旁边是脸色铁青的赵金宝以及其他几位高管。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。许开宇抱着纸箱，进退两难，他的落魄模样与电梯里众人的光鲜形成鲜明对比。赵金宝最先反应过来，厉声呵斥：“许开宇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赶紧让开！”声音尖锐刺耳，在空旷的电梯厅里回荡。许开宇下意识地后退，纸箱挡住视线。他踉跄了一下，几本笔记从箱子里滑落，散在地上，纸张飞舞，像他破碎的尊严。他蹲下身想去捡，却因为抱着纸箱而动作笨拙。那一刻，他感觉自己像个小丑，在众人面前出尽洋相。对不起，我这就走。他的声音微弱的几乎听不见，脸颊烧得通红。董兴华微微皱眉，目光落在许开宇胸前的工牌上，虽然已经被注销权限，但照片和名字还清晰可见。这时，董事长开口，语气平静却带着威严。赵金宝赶紧上前一步，
试图挡住许开宇的身影。董事长，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被优化的员工。他转身对许开宇使眼色，压低声音：“快走！”但已经太迟了。谢长江的目光越过赵金宝，落在许开宇身上，先是疑惑，随后是仔细打量，最后变成惊讶。他推开挡在前面的赵金宝，快步走到许开宇面前：“小伙子，抬起头来让我看看。”谢长江的声音有些激动，与之前的商务语气完全不同。许开宇茫然抬头，对上客户审视的目光。他不记得见过这位谢总，为什么对方如此关注自己？赵金宝也愣住了，不知所措地看着这一幕。董兴华眼神微动，静静地观察着事态发展。“是你，没错，就是你。”谢长江突然提高音量，握住许开宇空着的那只手，力度很大，仿佛怕他跑掉一样。“大概半个月前，中山路口，是不是你帮我爱人叫的救护车？”这句话如同惊雷，在电梯厅里炸开。许开宇终于想起来了，那天他加班晚归，确实遇到一起事故，一位中年女士被电动车撞倒，肇事者逃逸，他帮忙叫了救护车，还跟去医院垫付了押金。后来女士的家人赶来，他见没事就悄悄离开了。没想到那位女士竟然是谢总的夫人。那天太匆忙，没来得及问你的名字，我爱人一直想感谢你。谢长江紧紧握着许开宇的手，语气真挚。赵金宝的脸色由青转白，汗水从额角滑落，他张了张嘴，想说些什么，却发不出声音。董兴华缓缓走上前，目光在许开宇和赵金宝之间移动。“赵经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他的声音很轻，却带着千钧重量。整个电梯厅安静的可怕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。许开宇抱着纸箱站在原地，仿佛置身于一场奇怪的梦境。散落在地上的纸张记录着他3年来的努力和付出，而现在他们静静地躺在那里，见证着这戏剧性的一刻。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奇妙，在你最绝望的时候，给你最意外的转机。谢长江依然紧紧握着许开宇的手，情绪激动。“那天要不是你及时相助，我爱人恐怕就危险了。”他的声音因激动而微微发颤，眼中闪着真诚的光芒。许开宇不知所措地站着，纸箱还抱在怀里。他能感受到所有人投来的目光，惊讶、好奇、难以置信。赵金宝的脸色已经由白转灰，嘴唇哆嗦着想说些什么。“谢总，这可能是个误会。”他试图插话，却被谢长江挥手打断。“误会？我绝对不会认错人。”谢长江转向许开宇，语气温和了许多。“那天你穿着白衬衫，戴眼镜，左边眉梢有颗小痣，对吧？”许开宇下意识地摸了摸眉梢，那里确实有颗不起眼的小痣。这个细节让在场所有人都明白，谢长江没有认错人，只是举手之劳，任何人遇到都会帮忙的。许开宇终于开口，声音不大，但足够清晰。这是他今天说的最流畅的一句话，没有结巴，没有犹豫。董兴华静静地观察着，目光深邃。他看了一眼散落在地上的笔记，弯腰捡起一页，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客户信息和市场分析，字迹工整细致。“这些都是你整理的？”董事长问道，声音平和。许开宇点点头：“是的，为谢总这次接待准备的参考资料。”赵金宝急忙插话：“董事长，这些是团队共同努力的成果。”董兴华抬手制止他，继续问许开宇为什么离开公司。直截了当的问题让空气瞬间凝固。
许开宇张了张嘴，看向面色惨白的赵金宝。3年的职场生涯告诉他，这个时候最好不要多说话。但谢长江替他回答了：离开。这么优秀的员工为什么要离开？他的语气带着明显的不解和不满。赵金宝汗如雨下，支支吾吾地解释：谢总，这是公司正常的人事调整。许开宇他沟通能力有所欠缺。沟通能力欠缺？谢长江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，声音提高了几分。一个在危急时刻能冷静处理、及时救助陌生人的人，你告诉我他沟通能力欠缺？他的目光锐利地射向赵金宝，带着商界大佬的威严。我倒想听听，什么样的沟通能力才算合格？是阿谀奉承，还是见风使舵？每问一句，赵金宝的脸色就难看一分。其他高管面面相觑，没人敢在这个时候插话。董兴华依旧平静，但眼神中多了几分深思。他弯腰又捡起几页散落的笔记，仔细翻阅着，上面不仅有详细的数据分析，还有手写的批注和建议，字里行间透露着认真和负责，与赵金宝的评价形成鲜明对比。谢总，您过奖了，我真的只是做了该做的事。许开宇轻声说道，试图缓和紧张的气氛。但谢长江显然不打算就此罢休，他转向董兴华，语气严肃：董老，我不是干涉贵公司内部事务，但今天这件事让我很惊讶。一个见义勇为、工作认真的年轻人，因为不会说话被开除，而某些能说会道的人，他意味深长地瞥了赵金宝一眼，却坐在管理岗位上。这让我不得不重新评估与贵公司的合作。这句话如同重磅炸弹，在每个人心中掀起惊涛骇浪。赵金宝双腿发软，不得不扶住墙壁才能站稳。许开宇也震惊地看着谢长江，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。董兴华终于开口，声音沉稳有力：谢总说得对，这件事公司一定会认真调查，给您一个交代。他转向许开宇，目光温和了许多：许先生，能不能请你到会议室详细谈谈？称呼从员工变成了先生，其中的意味不言自明。许开宇点点头，小心地将纸箱放在旁边的接待台上。在弯腰的瞬间，他看见赵金宝绝望的眼神，那是一种他知道自己已经一败涂地的眼神。走向会议室的路上，谢长江一直走在许开宇身边，不时拍拍他的肩膀，语气亲切，如同长辈。年轻人，好人有好报，这个道理永远不过时。许开宇默默点头，心中百感交集。他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孤零零的纸箱，绿萝的叶子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绿光，仿佛在对他微笑。命运的这个转折来得太突然，太戏剧性，但也许这就是生活，总是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，给你新的希望。会议室里气氛庄重而微妙，董兴华坐在主位，谢长江在他左侧，许开宇被安排在右侧。这个座位安排本身就已经传递出重要信息。赵金宝和其他高管依次坐下，个个神情严肃，没有人说话，只有空调运转的轻微嗡嗡声。最后还是谢长江打破了沉默：董老，我就直说了，我们之前谈的那个合作项目，金额1亿。他停顿了一下，目光扫过全场。之所以迟迟没有签约，是因为我在评估贵公司的企业文化。赵金宝紧张地咽了咽口水，手指在桌下搅在一起。谢长江继续道：一个公司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业绩数字上，更体现在如何对待员工。
如何定义人才的标准上，他的目光落在许开宇身上，变得温和。今天这件事让我看到了贵公司的问题，但也看到了希望。许开宇安静地坐着，双手放在膝盖上，他还没有完全从这场变故中回过神来。1小时前，他还是个抱着纸箱的失业者，现在却坐在公司最高级别的会议室里，成为焦点。董兴华缓缓点头，表示认同谢长江的观点。谢总说得很好，这也是我一直强调的企业理念。他转向许开宇，语气诚恳：许先生，能不能请你详细说说那天救助谢总爱人的经过？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许开宇身上，他深吸一口气，开始讲述那段经历，语言朴实无华，没有夸大其词，只是客观陈述，甚至省略了自己垫付医药费和陪护的细节。但越是平实的叙述，越显得真实可信。谢长江不时点头补充：医院医生说，再晚10分钟就危险了。我赶到医院时，你已经离开了。护士说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人。故事讲完，会议室里陷入短暂的沉默，每个人都在消化这个简单却感人的故事。赵金宝的脸色已经惨白如纸，汗水浸湿了衬衫领口。他知道自己今天的所作所为已经彻底断送了前程。果然，董兴华接下来的话印证了他的预感。赵经理，请你解释一下，为什么要开除许开宇？声音平静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。赵金宝支支吾吾，之前准备好的说辞此刻显得苍白无力。他业绩不达标，沟通能力，具体是哪些业绩不达标？有哪些具体事例证明他沟通能力不足？董兴华追问，每个字都像锤子敲在赵金宝心上。在确凿的证据和谢长江的压力下，赵金宝的辩解显得可笑。其他高管都低下头，没有人替他说话。职场就是这样，当你得势时，人人捧场；当你失势时，墙倒众人推。谢长江适时开口：董老，具体人事安排是贵公司内部事务，但我必须表明我的态度。我相信许开宇这样的员工代表的公司。他拿出一份文件放在桌上，这是合作协议。如果许开宇能够继续为这个项目工作，我现在就可以签字。这句话如同惊雷，在会议室里回荡。1亿合同，就因为一个基层员工的去留。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许开宇，眼神复杂，有羡慕，有敬佩，也有不解。许开宇自己也愣住了，他从未想过自己会有如此大的影响力。董兴华沉思片刻，郑重地接过协议书，感谢谢总的信任，公司一定会妥善处理这件事。他按了下桌上的呼叫铃，秘书立即推门而入，请副总监过来一趟。另外，准备一份新的劳动合同，吩咐简洁明了，却让在场所有人都明白了董事长的决定。赵金宝瘫坐在椅子上，面如死灰。他知道自己不仅失去了一个下属，更失去了一份工作、一个前途，以及在业内的名声。许开宇看着这一幕，心中没有喜悦，只有感慨。职场浮沉，有时候就是这么戏剧性。傅建新很快赶到，了解情况后震惊不已。他意味深长地看了赵金宝一眼，开始协助处理后续事宜。当许开宇在新的劳动合同上签下自己名字时，他的手微微颤抖，不是因为激动，而是因为感慨。3年来的坚持和付出，终于得到了认可，虽然不是以他预期的方式。谢长江满意地笑了，在合作协议上签下大名，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清脆悦耳，
像是一首胜利的乐章，也像是一个新的开始。1个月后，销售部办公室焕然一新，许开宇的工位从角落移到了靠窗的位置，视野开阔。桌上除了那盆绿萝，还多了一个小相框和母亲的合影。卢梦琪笑着走过来，递给他一杯咖啡。许经理，你的咖啡还是少糖多奶，对吧？称呼已经改变，语气中的亲切却一如既往。许开宇接过咖啡，不好意思地笑笑，还是叫我开宇吧，经理这个称呼听起来不太习惯。是的，他现在是销售部副经理，直接向傅建新汇报。而赵金宝在上次事件后就被公司辞退，据说去了另一座城市。职场有时候就是这样，昨天的上司，今天的路人，习惯就好了。你本来就应该在这个位置上，卢梦琪真诚地说，眼睛弯成月牙。这时，傅建新从办公室探出头来，开宇，谢总项目的进展报告准备好了吗？马上就好，还差最后的数据确认。许开宇回答道，声音自信而沉稳。自从接手谢总的项目后，他展现出惊人的专业能力，不仅提前完成所有阶段性目标，还提出了几个创新建议。连谢长江都亲自打电话给董兴华，称赞许开宇的工作。午休时分，许开宇独自来到那个小公园，银杏叶子已经金黄，在秋风中翩翩起舞。他坐在熟悉的长椅上，打开母亲准备的便当。今天的饭菜格外丰盛，还有他最爱吃的红烧肉。自从升职加薪后，母亲脸上的笑容多了许多。虽然他还是没有告诉母亲被开除又复职的戏剧性经历，但能让他安心比什么都重要。手机响起，是谢长江的来电。开宇啊，下周的项目评审会准备的怎么样了？语气亲切，像长辈关心晚辈。都准备好了，谢总。新的方案比原计划能节省15%成本。许开宇自信地回答，嘴角带着笑意。挂断电话，他继续享用午餐，心情愉悦。回想1个月前，他还坐在这里，抱着纸箱，前途渺茫。而现在，一切都不同了。不是因为运气好，而是因为他坚持做对了事。下班后，他请卢梦琪到那家面馆吃饭，老板娘还记得他们，热情地招呼着，今天怎么有空来？听说你高升了，恭喜啊！许开宇笑笑，没有多说什么。点餐时，他自然地告诉老板娘，2碗牛肉面，1碗不要香菜。卢梦琪惊讶地看着他，你记得我吃香菜？上次你帮我点餐时不要香菜，我以为是你自己不吃。许开宇解释道，后来部门聚餐时注意到你吃香菜，才明白是给我的。这个小小的细节让卢梦琪脸上泛起红晕。原来他并不是不懂察言观色，只是不愿意把心思用在讨好和奉承上。面馆的灯光依旧温暖，食物的香气让人安心。谢谢你一直以来的支持，许开宇郑重地说道，举起茶杯，以茶代酒，敬我们的友谊。卢梦琪笑着举杯，敬友谊，还有敬坚持做自己的人。2只茶杯轻轻相碰，发出清脆的响声，像是一个承诺，也像是一个新的开始。走出面馆，夜色中的城市灯火璀璨。许开宇送卢梦琪到地铁站，一如1个月前那个夜晚，但这次他的脚步坚定，背影挺拔。下周我妈妈要来城里复查，如果你有空。卢梦琪临走前轻声说道，眼神中带着期待，我一定有空，到时候我开车接送，比较方便。许开宇坦然答应，笑容温暖。地铁门缓缓关闭，载着卢梦琪远去。
许开宇站在原地，直到列车消失在隧道深处，然后他转身走向回家的路，步伐稳健，充满希望。街灯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像一个坚定的誓言。无论未来还有什么挑战，他都会坚持自己的原则，因为好人终有好报。这个简单的道理，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上依然成立。而属于许开宇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